我最近总是特别想吃夜市卖的烤猪蹄儿，但是这玩意儿订外卖到家就不好吃了，出门还懒得出去，所以我买了400斤鲜猪蹄儿，我打算在家研究这个烤猪蹄儿的半成品，这样以后在家随时都能吃到刚出锅的了。不过这一次好像有点冒进了，这猪蹄儿采购量有点大。平时手有几个没觉得咋地，这一下干400来个人有点麻了。我们从燎猪蹄儿开始就火力全开了，给手套都燎着了，但是没想到后来洗猪蹄儿才是最崩溃的。这每一个猪蹄儿的角质缝里都有猪毛和死皮，不过脱毛这个活吧干着特别爽，就越干越上头。我后来一度有点分不清，我们到底要做的是一个烤猪蹄儿的半成品，还是尝试掌握一门修脚的副业。这烤猪蹄儿我最近试了很多做法，发现好吃的关键是卤汤和烧烤料，但市场上卖的干料都比较压班，所以我们就按照齐齐哈尔烤肉蘸料的配方自己磨了15斤。这玩意儿磨完了给我弟也差点磨没了。然后卤汤我提前3天就熬上了，这样才能让香料充分释放香味。但是这么大一锅汤烧上之后，屋里就没地方了，那焯好水的猪蹄儿只能找别的水源去洗。我是万万没想到，我这一代先是在浴缸里去毛，然后去厕所里洗肉，后来那卤汤甚至还是虹吸的。就现在这活干的真是越来越有那黑作坊的样了。然后猪蹄儿洗到过了自己那一关之后，就可以去卤泡了。完这会儿待着也没啥事儿，我们就寻思吃点饭，还买了点肉肉强爽小酌一下。但是没想到这玩意儿劲儿真大呀，一块8度都感觉2瓶啤酒了。给这俩爹喝的直上听，非要上雪地里撒点野。他俩作了3-4个小时才醒酒，这才算勉强能接着干活。正好这会儿猪蹄儿也卤好了，现在不管是颜色还是味道都特别好，稍微凉一下就能拿去烤了。然后卤猪蹄儿的这锅汤以后就可以当老汤用了。我粗略估算了一下，这锅汤我们要省着点吃的话，基本可以确保在我临走那天洗上它还有机会登场。这个卤好的猪蹄儿经过果木的熏烤，再撒上一层干料，尤其是这烟飘起来的时候，那香味可太绝了。而且这猪蹄儿烤的特别糯，完了一点都不腻，皮真的是一抿就化，这肉和筋也特别有滋味。然后把它们都塑封冷藏了，现在家里只需要有一台空气炸锅，3分钟就能吃上夜市同款烤猪蹄儿。但是后来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干料经过2次加热之后就没那么香了，所以我们给每一份猪蹄儿又装订了一份干料。这回这半成品基本就没什么纰漏了，我认为甚至可以达到95%的夜市还原度。而且这猪蹄儿不光能烤着吃，还可以做成一份强哥同款的猪脚面，这再配上2罐肉肉强爽，这个餐标我认为哪怕放眼整个旧厂街也可以说是相当炸裂。我最近特别馋川菜里的那个麻辣牛肉干，但是外面卖的总觉得口味差了那么一点，所以前2天趁着养羊的时候，我研究了一个特别好吃的配方。然后今天买了4个牛后腿，打算都做出来承包一下朋友们过年聚会的小零食。正好我也想看看这纯牛肉的肉干做完合成本是多少钱一斤，但是这么多肉做起来实在太麻烦了，光切肉和焯肉我们连轴干了36个小时没合眼，那干完之后心都突突，我们都吃上速效救心丸了。不过想想也够神奇的了，这一年我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把治愈系的美食博主活生生的干成了高危行业。后来稍微缓了一下，我们就开始炸料油了，这油炸肉才香呢。然后油做的多，我还顺便炸了一盆辣椒油和一盆青花椒油。这2盆油在最后拌肉的时候会让肉干的香味和颜色更均匀，特别是这红彤彤的辣椒油，那炸完之后全楼道都是香味。然后做这个肉干需要用到特别多的辣椒，我们甚至还提前测评了一下，结果赶上了一家变态辣的，那吃完辣的胃直疼。不过好在家里常备了新39胃泰，熬夜或者吃辣刺激胃难受的时候有它一点都不慌。然后我研究了一下，最好吃的做法是先卤后炸，所以提前2天我就熬了一大锅卤水，并且在不同的时间段加不同辣度的辣椒，这样可以让香辣味更丰富，但同时也会让鼻子更通畅。就那一晚上打的喷嚏都赶我一冬天打的多了，我后来差点没因为打喷嚏把腰闪了。这些肉在卤完之后就已经非常好吃了，但是为了让它更入味，就用泡了一宿。等泡完了还需要再炸，炸完了还需要再调味。就这东西好吃是好吃，但做起来真的很麻烦。而且我之前试了一下，最后炒的时候要用猛火爆炒才能让这个香味最极致。但是这么炒家里的火根本不够硬，就临时又搭了一个饭店用的那种灶台。这灶一使上，那烟火气一下就上来了，但是下一秒屋里就瓦蓝了，门窗全开着都没有用。就后来我上个厕所，我发现那都有股油烟味，我真是服了我。然后这2天没咋正经吃饭，又有点胃疼了，这胃不舒服可不能忍，又喝了一杯新39胃泰之后算舒服多了。后来就用这灶，我跟我哥轮着炒了1天，那到晚上感觉手都回不了弯了。不过这个肉干吃着真的是特别好吃，因为它用大火炸过，所以外皮是焦脆的，但里边肉是嫩的，吃起来会有很多汁水，而且因为裹了花生和芝麻，那嚼起来越嚼越香。这回我一共做了2个味的，麻辣的是香辣咸，藤椒的是麻辣甜，都特别好吃。然后我算了一下，这玩意成本大概是70块钱一斤。
后来我们把这些肉都分了，就这一桌子肉别看多，我敢保证出不了正月就得没。这晚上饿了开一袋，再配上一杯冰可，然后吃完了之后再嗦了嗦手指头，你说那谁能忍住不去开第二袋啊？我前段时间被一个视频种草了富平柿子饼，那柿子饼金黄金黄的，掰开还有点流心的状态，看着可给我馋坏了。所以我买了400斤富平柿子，我寻思我也在家做点，但是这玩意在家做很麻烦，因为没有什么太趁手的工具。这1500多个柿子，我们愣是一个一个拿挠子削的皮，而且这柿子饼在晾的时候，对温度和湿度都有很严格的要求。但是11月份的哈尔滨晚上已经零下了，就是它极有可能还没等晾成柿子饼呢，就先奔冻柿子去了。所以我们就白天拿在外面晾，晚上再搬回来开窗通风。就这么折腾了3天之后，柿子还真是一个都没动，但我们算是彻底凉透了。后来我寻思这天只会越来越冷，也不能一直这么折腾啊，所以我决定给这些柿子在家盖个小房子。有了这房子之后，我们的工作就轻松了很多，下雨下雪往屋里搬一次就行，其他时候我们就负责开门关门干好打更的活就行了。后来大冷的时候，我还上了点供暖设备，3000瓦一个的暖风机，我同时开了3个。外面零下20多度的时候，这屋里也依然保持恒温10度。就富平柿子饼可能是靠天养的，但我这纯是爱的供养，那真是一顿操作猛如虎，完那月电费2500。这柿子晾到缩水2/3的时候，再等几天就可以挑软柿子捏了。然后这几天没啥事儿，我就整了点群味狮的螺蛳粉肥牛火锅，1块钱就到手这一大箱。这一份里有2大块猪蹄，4只鸭掌，还有满满1锅肥牛和配菜，味儿也特别正。他们家的花椒鸡海鲜火锅也是汤浓味鲜，还有这半只鸡拉面也真的有半只鸡在里边。现在拼多多有1万个试吃名额，每个名额9盒3个口味，链接我放评论区置顶了，链接在就是还有名额可以抢，你们快去看看吧。然后也就是在这几天里，我发现试盆里陆续多了好多这样空声，问谁都说不知道，于是我干脆上了50把锁，每人分了10把钥匙，我算是品出来了。对于互相不信任来说，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互相制约。然后这柿饼捏完之后就已经非常非常好吃了，皮儿有嚼劲，馅儿还有水分，这就是特别好吃的鲜食柿饼。但是据说5霜之后会更好吃，所以我们就一层皮儿一层饼拿着接着5霜了，大概是捂了40多天，柿饼外面真的就结出一层很厚的白霜。我之前一直以为是裹的糖粉的，没想到真的是自然结出来的。这柿饼因为5霜的时候不是特别干，所以它现在依然是一个流心的状态，而且冷冻之后会更好吃，就跟吃冰激凌似的，感觉特别爽。但是因为没熏硫磺，只有少量的柿子饼是橙色的，大部分的还是有点发黑。不过真的每一个都是齁甜齁甜的。但我发现这玩意儿真不能多吃。那天下午我大概吃了10来个柿饼，结果一直到晚上打包的时候，我的嗓子还有点说不出话来呢。最近身边的小洋人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买了不少黄桃和杨梅，打算给他们做点罐头。但是做的时候我发现用冻水果做的罐头果味都比较淡，而且吃的也没什么营养价值，好像唯一的作用就是能喝点凉的甜水。再一个，每个人的症状和需求也不一样，有想止咳的，有想快速恢复味觉的，还有那纯馋的。所以为了照顾好每一只羊，我一气买了350斤水果。但是现在身边能动弹的好人就剩下我们仨了，这活干起来就特别有紧迫感。就我真怕人家都已经阳康了，出去吃上烧烤了，我仨还憨憨的搁这坐着扒葡萄皮呢。因为是给病人做嘛，每一样水果我们处理的都非常细，就连这山楂的根和茎我都给切了。然后果冻橙我们扒成瓣之后，把里边这层皮也给扒了。砂糖橘我们也是每一瓣的丝儿都剥得非常干净。这活干的我就觉得他纯变态，就这俩活完全可以和给趣多多点巧克力豆并称人间3大酷刑。这些水果我仨干了2天2夜，基本就没怎么合眼。我当时都觉得还不如阳了呢，因为要阳了起码有药能治，但这活我仨要再干半天，肯定马上就嘎。收拾完水果之后，我们就开始刷罐头瓶了。现在物流还没太恢复，买不着新罐头瓶，我就找了几个饭店要了点空瓶。完心高温消一下毒，结果温度太高了，给手烫秃了鼻子。这一下让本不富裕的劳动力雪上加霜了。后来我们寻思先吃点好吃的，冷静冷静吧。我最近种草了这个诺凡金松露巧克力，这是纯可可脂做的，一共4个口味，口感都特别好，尤其是榛果的有很浓的坚果香味，抹茶的吃起来也很清新，夹心也好看。还有最近出的这个新年限定的可爱兔礼盒，打开里边还有2个红包呢，这氛围感可太好了，一下就过年的感觉了。然后为了让这罐头吃起来口感更好，我们测算了一下每种水果最佳的蒸煮时间，尤其注意了一下放糖的比例，因为我寻思现在没有味觉只是一时的，但要这会儿给自己吃出糖尿病来，那真是一辈子事儿啊。然后为了让罐头的果味能够浓一点，我还榨了好多鲜果汁兑里，完还剩点草莓，就都让我做成草莓冰点了。这酸酸甜甜的，再带点冰碴，这难受的时候来一口可真是太舒服了。然后这罐头蒸好之后再倒扣晾凉就可以了。
这种自己做的罐头，因为只放了糖、水、水果，所以无论是口感还是味道，真的和外面卖的罐头是不一样的。而且我算了一下，这一桌里边最便宜的一罐，光成本还10来块钱。然后每一个来取罐头的人，我们都是无接触配送，并且做了非常严格的消杀。我本来以为我能带着我的一道杠一起到2023年的，结果不知道啥时候整上的，突然就烧了2天40度。这回行了，彻底踏实了，省得老惦记。没想到到底搂着茶几在家跨的年呢。我前2天看了个讲广东脆皮烧鹅的纪录片，那油滴来的时候都给我馋完了。然后我搜了一圈，发现现在满大街只有羊，也没有烧鹅可以吃，所以我托人买了个老广的烧鹅配方，我打算试试这玩意在家能不能做。然后我还买了几只专门做烧鹅的黑棕鹅，但现在物流太慢了，我就寻思先抓2只东北大鹅在家试烤一下。不过我发现了，能苟到现在还没被抓的鹅，那都绝非等闲之鹅。我们换了2个屯子，跟鹅扑腾了一整天，到最后愣是1只鹅都没抓着，完了还给腰子卡坏了。后来这鹅到了，我们的腰还没好呢，但也不想等了，就开始按照配方做了。这烧鹅做一次才明白，为什么饭店能卖到600-700一只，在这整个的制作过程太复杂了，光这腌鹅的酱就得用到20多种调料。然后我发现这烧鹅和烤鸭差不多，最难的都是对温度和时间的把握。但我们这现在外面太冷了，就导致这炉子用起来温度非常不稳定，就这么烤出来的鹅，要不然就是里边没熟，要不然就是整只鹅在炉里直接烤着了。后来实在没招了，我们就把炉子搬屋里来了。在室温环境下，这个炉子上温就非常快了，大概也就用了3分钟吧，整个屋都他妈仙气飘飘了。这一下可给我们熏迷糊了，就新鲜吃点东西缓一缓。用美团外卖订了不少好吃的，这一桌子全是硬菜。最近冬日热辣硬货活动优惠可多了，创意十足的百串福袋4折才不到40块钱，海底捞的冬日欢聚套餐7折也才100多，还有有麻龙虾、99鸭、外婆家基本都4折起。打开美团外卖搜狗送就行，点评论区也能直接参与。然后吃完饭再下鹅的时候，我们就非常谨慎了。而且我看纪录片里讲说，脆皮烧鹅最重要的灵魂是一碟酸梅酱，但是这个季节它买不到新鲜的青梅啊。后来我纠结了一下，我到底还是把我们家这个爹请出来了。这酸梅酱熬完之后，现在多少还带了点酒香。然后这些鹅现在烧的也非常好了，就无论从颜色还是饱满度上来讲，看着还真有点饭店的感觉。尤其是剁鹅的时候，这油汪汪的一块一块，看着可太爽了。我从来没敢想过，居然有一天能在家吃上一只冒着热气的脆皮烧鹅。不过就是过程不太顺利，我们吃上这顿饭的时候，其实都是第4天晚上的。然后趁热还给邻居送了几只过去。等吃完饭之后，我把这2天做失败的鹅都给剁了，主要也懒得重新烤了，就都让我炖酸菜了。我是真没想到这烧鹅炖酸菜居然能这么好吃，就是我们真的都已经吃得非常饱了，但是实在是没忍住，一人又干了一大碗米饭。后来撑的凌晨3点还没睡着呢，就坐床上打嗝啊。